人都到齐了，拆迁消息都知道了，每家每户150万，机场关线要从咱村过，必须加到300万，不然谁都不要签。对，不签必须加钱，300万少1分都不行。150万够干啥的？我家那院子3亩地，这点钱连城里半套房都买不上。就是，隔壁李家村拆迁，家家分2套房加100万现金，咱们可不能当冤大头。强子说的对，咱们就得拧成一股绳，开发商耗不起，咱们耗得起。谁要是先签了，那就是全村的叛徒，就是吃里扒外的东西。赵先生，您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不乐观了，得抓紧安排手术，不能再拖了。知道了，医生。那个，我妈需要手术费，能不能先签？哼，就你家金贵，你妈那病能等几天？大家都不急，就你急着投胎领钱。小陆，你爸走得早，你妈教你的道理都忘了，集体利益大于天。你这一签，断的是全村人的财路，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钱都要因为你缩水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想钱想疯了，为了点救命钱，连祖宗的脸都不要了。小陆，哥理解你，谁家没个难事呢？但做人不能太自私。你这一签，开发商就知道咱们村不团结，后面的价还怎么谈？你一个人毁了全村人的好日子，合适吗？为了全村人的利益，你再等等。你妈的病响了。小陆，你要是敢第一个签，我让你在村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，你信不信？我知道。大家都给我记死了，谁都不许签，谁签了就是跟全村过不去，到时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赵先生，你母亲又吐血了，医生一直在问手术费什么时候能交上，再拖真的要出大事了。张姐，辛苦你多照看我妈一会儿，钱的事儿我已经解决了，明天一早就能交上，麻烦你了。嘿嘿，小洛哥，听说你要当叛徒，先去签拆迁协议，胆子挺肥啊！就是洛哥，别不识抬举，惹了强哥和贵叔，你在村里还混不混了？还有你妈那病，花再多钱也是打水漂，不如跟我们一起等300万。对不住了，这老房子保不住了，但我得救我妈，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等她手术好了，我们就去市里，再也不回这个地方了。您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她平平安安的。小陆，赵先生，您来了。你母亲今天又吐了2次血，情况不太乐观。医生说真的不能再拖了。昨晚她一直念叨你，说怕给你添麻烦，小陆，让你别为了她的病作难自己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护士。小伙子，是你叫的车吧？去哪儿？镇上。小赵，你真来了，我还以为你昨晚跟我开玩笑呢。不开玩笑，我今天必须签。你先仔细看一下条款，每户150万，一次性付清，签了字，手续走完，钱今天就能到你卡上。要求是房子7天内腾空。说实话，你的情况我也听说了一点，你可想好了？这字一签，你村里那些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我想好了，没有什么比我妈的命更重要。行了，手续走完了，钱中午前就能到你卡上，恭喜你啊，赵先生。
你好，手术费我已经全额打过去了，麻烦你们尽快安排手术，用最好的医生、最好的药。我们查到账了，马上给您安排术前准备，优先安排主任主刀。师傅，去市里。赵先生您好，您母亲的手术安排在下午2点，主刀是我们科室的主任，请您尽快过来签一下术前知情同意书。好，我会准时到的。小洛，你回来了，钱哪儿来的？是不是把老房子卖了？拆迁款到了，150万，全到账了。可是村里不是说要一起等吗？你一个人签了，他们会不会找你麻烦？小洛，要不咱们把钱退了，妈不治了，妈不能让你为了我被全村人戳脊梁骨。妈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钱没了可以再挣，你要是没了，我就没家了。村里人的话你别管，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，命永远比面子重要。手术费已经全交了，下午2点是科室最好的主任给你主烧，你什么都别想，好好睡一觉，醒了手术就做完了，咱们就好了。委屈你了，我的儿。妈，别怕，我就在门口等着你，很快就好了。妈不怕，妈等着你。你脑子有病吧？装什么装？知道。知不知道我为了找你费了多大劲儿？小洛啊，我是你王婶儿，你听婶儿一句劝，赶紧去拆迁办把钱退了，把合同废了。现在全村就你家签了，开发商肯定咬死100万不松口了。你这是断了全村人的财路啊！你让婶儿一家怎么活呀？王婶儿，去年你儿子结婚彩礼钱凑不上，我妈把攒了半辈子的5000块棺材本借给你，你说3个月就还，现在1年多了，我妈手术费还差5万，你能先把钱还我吗？那个赵洛啊，我这边有点事儿，先挂了啊。小洛，你在哪儿？医院。你妈手术？行，手术要紧，叔就跟你长话短说，你签的那个字儿不算数，村里没同意，你那合同就是无效的。你现在赶紧回来，咱们一起去拆迁办把合同废了，损失点违约金，叔帮你出。小洛，你听见没？叔是为了你好，你现在回来，大家还能当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你要是真把全村得罪光了，以后你和你妈连祖坟都进不去。堂叔，违约金多少你知道吗？多少？还能有多少？18000顶天了。合同金额的30%，45万，你帮我出。45万，这分明就是抢钱啊！那也不行，你赶紧给我回来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。没什么好商量的，合同我已经签了，钱也到账了，我妈的命比你们的300万重要，你们能等，我等不了。就这样吧。手术很成功，肿瘤切除得非常干净，没有扩散，后续配合化疗和康复治疗，预耗效果会很好。谢谢医生，真的太谢谢您了。你好，我在 APP 上看了你发的那套阳光花园12楼的房子，我现在能去看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哥，您什么时候方便，我随时都在。现在。你好，你好。哥，我跟您说实话，这房子昨天刚挂出来，今天已经有3波人来看过了。您要是真心想要，我现在就给房东打电话，帮您往最低了谈价。就这套吧，全款。今天能办手续吗？全款？今天？哥，您没跟我开玩笑吧？
没开玩笑，你联系房东吧。喂，房东吗？小伙子，我这房子本来是给孩子准备的，现在用不上了。看你真心为家人着想，我也诚心出让，手续齐全，家具家电都留下。谢谢姐，我妈术后需要静养，这里环境好，离医院也近，正合适。谢谢晋，签约。小洛，是你王婶儿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有事直说。那5000块钱，婶儿明一早就打给你，一分不少。你能不能帮婶儿一个忙？什么忙？你跟拆迁办的李主任熟，你帮婶儿说说，让他们别因为你家签了字就咬死150万不松口。沈家是真的等钱用啊！那帮放高利贷的，天天堵家门口，再不还钱就要卸你弟弟一条腿了。我问你，你儿子欠的高利贷，跟我妈躺在医院里等着救命的手术费，哪个更急？都急。婶儿知道，当初是婶儿不对，可我们也是真的没办法了。那就各顾各的吧。当初我求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对了，王婶儿，那5000块钱不用还了，就当我家提前随给你儿子的结婚份子钱，以后别再打电话联系了。小洛回来了，手术做完了。医生说做得非常成功，肿瘤切得干干净净的，养几个月你就能跟以前一样去果步打舞要广场舞。小洛，妈对不起你，让你为了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连家都没了。妈，你说啥呢？小时候你为了供我读书，大冬天零下好几度去河里摸鱼卖钱，手冻的全是口子，烂了都没喊过一句委屈。我这点事儿算什么？家不是那间老房子，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家。等你好了，我带你去市里的公园逛，去吃你以前舍不得吃的海鲜，去看海边的日出。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。赵洛，你还真敢回来！就是他第一个签的字儿。白眼狼为了点钱，全村都卖了。老头子，你看，他真回来搬东西了。这下完了，咱们的300万真泡汤了。赵洛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我还以为你拿了钱就缩在市里当缩头乌龟了。师傅，麻烦了，柜子里的衣服、床上用品、厨房的锅碗瓢盆都不要了，只拿卧室衣柜最上面那个黑色行李箱，还有书房书桌下那个封好的纸箱。赵洛，你什么意思？一声不吭签了字，现在又一声不吭搬走，躲我们？不是躲，是这房子没必要住了。你小子翅膀硬了是吧？在市里买了房，就看不起村里这些穷亲戚了？当初你爸暴毙在家里，是谁帮你家跑前跑后办的丧事？是我，没有我，你爸当年都入不了土。我妈当时亲手了你2万块钱，请你帮忙打理。你买了8000块的棺材，剩下的12000，你说请村里长辈吃饭打理关系用掉了。我妈念着你是长辈，当时半个字没跟你计较。你小子现在出息了，跟我翻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，那点钱还不够跑前跑后的辛苦费。我不是翻旧账，我只是说，我们家从来就不欠你的。等等，这箱子里是什么？我家的东西，打开看看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堂哥，就凭你是赵家的人，这村里的一草一木都跟赵家宗族有关系。先生，这搬上车。满意了。搬吧搬吧，赶紧拿你的东西滚，以后永远别回这个村子。我们赵家村没你这号吃里扒外的人。等等，
赵洛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什么内部消息？机场热线的事儿，你是不是提前打听好了？什么内部消息？你别跟我装傻！你要是没听到什么风声，怎么会这么急着拿钱跑路？150万就满足了？你以前不是这么没见过世面的人。堂叔，我妈当时躺在医院里吐血，等钱救命，150万够救她的命，够了。至于你们心心念念的300万，祝你们成功。师傅，开车。妈，我在市里看了套房子，等你出院，咱们就搬过去住。市里，房子哪儿来的钱？拆迁款不是都交了手术费了？手术费没花完，还剩一些，够付房产。可是村里的老房子，那是你爸一辈子的心血呀。以后，咱们不回那个村子了。你决定就好。妈这辈子没本事，没给你留下什么，不能再拖你的后腿。妈听你的。妈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刚才主任医生说了，您明天就可以出院了，咱就回新家了。妈，咱们回家。真亮堂，比咱们村里的老房子亮堂多了。这阳台晒被子正好。你小时候最喜欢晒着太阳趴在桌上写作业了。这么快就办下来了？找朋友加急办的，省得跑第2趟。150万，就这么花掉了。妈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妈，钱花了还能再赚，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只要你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。你说的对，咱们娘俩以后好好过日子。赵洛，你终于肯接电话了，你躲哪儿去了？市里，新家。你妈呢？也跟你一起躲在市里？在我身边，准备休养。小洛，你赶紧回村一趟，村里出事了，闹翻天了。什么事？有几户人家熬不住了，想偷偷去跟开发商签字，被强子发现了，现在2拨人打起来了，都快出人命了。你回来帮我们说句话。我能说什么？就说你当初签字是被开发商骗了，是他们逼你的。你现在后悔了，愿意跟村里一起维权，一起扛。只要你松这个口，大家就能重新拧成一股绳。堂叔，开发商没骗我，也没逼我，字是我自己签的，钱是我自己拿的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赵洛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现在全村人都恨死你家了，你妈以后还想不想回村上坟？还想不想进赵家的祖坟？坟我昨天已经签了，迁到市里的正规公墓了，双人墓。以后我妈100年之后也能跟我爸葬在一起。以后我们不回村里上坟了。我越知道我鱼子攥节上了。你他妈把祖坟签了？谁让你签的？那是赵家的祖坟山，你迁坟都不跟族里长辈说一声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赵家的祖宗？我家那块墓地管理费去年就到期了，村里没人提醒我续费，也没人帮我交，我就当我爸也想换个亮堂的地方住，离我们近点。赵洛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爸吗？堂叔，我爸临终前拉着我的手，只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好好照顾我妈，让她后半辈子平平安安。我现在就在做这件事，至于别的都不重要。是你堂叔？又跟你吵架了，是不是又骂你了？就是话不投机，聊不到一块儿去，以后不联系就是了。喂，大半夜的，怎么了？赵洛，我靠，你们村出大事了，炸锅了，赵强家被人砸了。什么？砸成什么样了？就刚才，一群人冲进赵强家，把他家玻璃全砸了，连窗户框都给卸了，墙上泼满了红漆，写着还钱，骗子。我妈刚给我发的视频，老吓人了。听
说是因为赵强之前天天吹牛，说他省里有亲戚有关系，保证能给大家拿到300万的补偿。好多人信了他的鬼话，借高利贷买车买房给彩礼，现在钱拿不到了，债主天天堵门，人家不找他找谁？赵强直接跑路了，电话关机，人找不到了。赵德贵家呢？也被砸了？那可不，也被围得水泄不通。他儿子那辆刚买1个月的宝马被人砸得稀烂，玻璃全碎了，车身滑得跟鬼画符一样。订婚的亲家也上门了，说要退彩礼，不退就告他们诈骗。现在村里全乱了，打架的、骂街的、哭爹喊娘的、报警的，简直是一场大戏。赵洛，你当初走的真是时候，简直是开了上帝势头。你要是还在村里，现在也得被这群疯子牵连进去。可能吧。行了，不打扰你睡觉了。我就是看到这消息，第一时间忍不住想告诉你，太震撼了。阿姨恢复得非常好，肿瘤没有复发的迹象，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，再安心休养2个月，就能跟正常人一样跳广场舞、逛公园。堂哥，你们等钱用，我当时也等钱用，区别是你们等钱是为了发财、娶媳妇、开厂子，我等钱是为了救我妈的命。我妈在医院里吐血，下了3次病危通知的时候，你们在祠堂里拍着桌子商量怎么要500万，怎么骂我是叛徒。现在你们拿不到你们想要的钱，反过来怪我。你妈那病能花多少钱？撑死20-30万，剩下的100多万呢？你不还是拿来买房子享受了？你要是真缺钱，就不能找亲戚朋友借20-30万，非要签那个字，把全村人都拖下水。堂哥，去年你妈做胆结石手术，你找我借3万块钱，我说我刚毕业没攒下钱，你当着全家族的面骂我不顾亲情，骂我白眼狼。现在你跟我说我可以借20-30万，找谁借？找你借吗？钱是我家的，房子是我家的，我妈的命是我家的，我签不签字，什么时候签，跟你们任何人都没关系。至于你们能不能多拿到钱，能不能发财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，跟我也没关系。行，赵洛，你狠，咱们走着瞧。你最好这辈子都别回赵家村。只要你敢踏回去一次，我打你一次。他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没动手吧？没有，就是聊了几句。小区里有保安，他不敢怎么样。小洛，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绝情了？他们毕竟是你的亲戚，是你爸的族人啊。妈，当初他们在祠堂里拿着你的命挡他们自己的财路的时候，没念过半分亲戚情分。当初你躺在医院里等着钱救命，他们一个个躲着我们，连5000块钱都不肯还的时候，没念过半分情分。咱们不欠他们任何东西，往后咱们娘俩安安稳稳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那些人，那些事儿，都跟咱们没关系了。你们干什么？离业主远点！说吧，找我干什么？赵洛，你别躲了，今天我们非得把话说清楚。就是你小子害我们全村拿不到钱，要不是你第一个签字，我们有如今的下场都是你害的，赔钱！小洛，咱们别闹僵。叔知道你不容易，你妈身体也不好，但你多少帮一点，借我们点钱，让我们先把眼前的难关过了，等以后……堂叔，你们没有以后了，村里被挂起了。改造计划无限期更迭，你们那房子还得住10年20年，烂在那里。你们借的高利贷、贷款买的宝马还有彩礼，全打水漂了。这就是贪心的代价。你早就知道？对，我早就知道规划有调整的风险，但我凭什么告诉你们？凭你们当初堵在我家门口骂我叛徒，凭你们说要让我在村里待不下去。堂叔，回去好好想想，你们配吗？小洛，我求你了，我儿子真的会被砍手的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。赵洛，你真要这么绝？比不上你们当初对我和我妈绝。没为难，就是来借钱。你借了？没有。
我今天去菜市场买菜，跟楼下张阿姨一起去的。她听她老家亲戚说，赵家村好多人欠了高利贷还不上，连夜带着老婆小孩跑路了，房子空着，地里的庄稼都荒了，怪可怜的。自找的。是啊，当初要是好好签字，拿了150万，现在都搬新家，安安稳稳过日子了，哪会闹成现在这样？人啊，真的不能太贪心，贪心害人呐。路是他们自己选的，当初劝过，没人听。话是这么说，可都是乡里乡亲的，看着他们落到这个地步，心里总归不是滋味。当初拆迁款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只想着赌一把翻番，没人想过踏踏实过日子。现在的结果早就该料到了。我靠，赵洛，你堂叔他们真去你小区堵你了，没把你怎么样吧？那就好，不过你千万小心点，这群人现在真急眼了，跟疯狗一样，逮谁咬谁。我跟你说，赵德贵老婆要跟他离婚，他儿子拿着家里仅剩的几万块钱跑路了，现在联系不上，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还有王婶儿，家里情况更糟，他儿子借了钱还不上，被催债的带走受了伤，回来整个人都垮了。那伙人说给的钱只够抵利息，本金加法币已经利滚利到20万了，天天上门骚扰闹事。王婶现在整个人状态都不对了，天天在村里马路上坐着念叨，日子过得太惨了。赵强更别提了，家里被村里人闹了好几回，门窗玻璃全被弄坏了，现在连家都不敢回，天天在村里祠堂躲着，连个安稳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日子过得特别惨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哪里不舒服？给。今天王婶来咱们小区了，在楼下花园堵着我，拉着我不让走，围了好几个老太太看着，我脸都红透了。他又闹什么？问我能不能借他点钱，要5万。他说他儿子被放高利贷的堵在家里，不还钱就要砍手。我说我手里没有闲钱，他死活不信，说咱们全款买房都有钱，怎么可能拿不出5万？后来还是保安巡逻过来，说了他2句，他才走。你是没看到他的状态，吓死我了。以后他再来，别跟他多说一句话，直接给保安室打电话，让他们过来处理，别自己跟他拉扯，免得惹一身麻烦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见着他就绕着走，再也不跟他有牵扯了。小洛，村里是不是真的出大事了？可能吧，但跟我们没关系。妈，时间不早了，您得回房休息了，别放在心上了。没事了，咱们现在好好的就行。村里的事情咱们也管不了。好。赵洛，跟你说个事儿，赵德贵住院了，被村里人打了之后没当回事儿，没去处理伤口，结果感染了，高烧40度，人都烧得说滑话了。他老婆去医院就看了一眼，把离婚协议往床头柜一放，扭头就走，一眼都没多待。还有赵强，他老婆直接去法院起诉离婚了，要分割财产，可他家现在除了一屁股债，啥都不剩了。王婶更惨，他儿子又失踪了，听村里说又去借高利贷了，这次搞不好就不是少一根手指的事儿了，怕是命都要搭进去。都是他们自己选的路，没什么要好说的。是啊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不过赵洛，说真的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这样？早就料到他们会落得这个下场？不知道，我又不是神仙，能掐会算的。那我就奇了怪了，当时全村人都反对，指着你鼻子骂叛徒，你怎么就那么第一个坚决？就不怕被村里人戳一辈子脊梁骨？因为我妈等钱救命，他们等钱发财。救命和发财，你说哪个更急？你牛，真的，换了我未必扛得住全村人的压力。不是我牛，是有些人被贪心蒙了眼，路走歪了。哎，你们刷到新闻没？西边那个赵家村拆迁彻底黄了。我刷到了，活该啊！谁让他们当钉子户，坐地起价？开发商给150万不签，非要狮子大开口要500万。现在好了，规划改道了，1分钱拿不到了。哎，你看那女的。妈，
尝尝这个鱼，清蒸的，不油，对你身体好。小洛，咱们真的就眼睁睁看他们这样不管了？管不了，也轮不到我们管。当初他们拍桌子决定要闹到底的时候，也没问过我们的意见，没管过咱们家娘俩的死活。现在路走死了，更不用我们管了。下午好。对了，赵先生，跟您说一声，之前有几位陌生访客来问过园区的访客登记规则，我们都按规范做了登记指引，也严格落实了园区的门禁管理。您和阿姨的居住隐私，我们全程都有做好保障。真好啊，安安稳稳的，不用提心吊胆的。以后咱们的日子就一直这么安安稳稳的，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，再也不用受那些气了。小洛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当初果断签字，扛着那么大的压力，妈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。别说这种丧气话，你身体好好的，长长久久陪着我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对，好好活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妈，你好久没回村了，明天我也放假，我们回去村里看看吧。好，自从我生病之后就没有回去过，回去看看也好，不知道现在村里成啥样了。好，明天我们一早就回去。这还是咱们村吗？我都认不出来了。你看村口的小卖部，以前天天人挤人，放学的时候全是孩子，现在都塌了半边，房顶都没了。你看这张照片，还是你小学毕业的时候拍的，那时候你爸还在，你才这么高一点，天天在这院子里骑3轮车，撞翻了你爸的花盆，还挨了顿揍，哭着说再也不骑车了，结果第2天又偷偷骑。小洛回来了，你妈身体好了？好了，全好了，谢谢你还惦记着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当年是叔混蛋，对不住你们娘俩。你市里那房子现在值多少钱了？买的时候140万，现在差不多300万了。300万，翻了一番啊！还是你眼光好，有眼见。当初要是全村人都听你的签了字，现在家家户户都住上新房子了，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。是我害了大家。是小洛，五爷，是我。可算见着你了。你妈身体好了？好了，五爷，全好了，能吃能睡，还能天天去公园打太极呢。好啊，村里就你家过好了，其他人都完了。强子跑了3年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媳妇儿带着孩子改嫁了。德贵瘸了，儿子跑了，老婆也走了，就剩他一个人守着个破房子。老王儿子没了手指，人也疯了，天天在村里晃悠。还有几家，男人跑了，媳妇儿带着孩子走了，房子都空了，长满了草。好好的村子，怎么就这样了？五爷，我们走了，您多保重身体。走吧，走了好。走了就别回来了，这地方没盼头了。你堂叔老了好多，才1年没见，跟换了个人一样。他的腿怎么就瘸了？被村里人打的，村里人都怪他带头闹，害了全村，找他赔钱，打起来了，腿被打断了，没好好治，就落下了病根儿。小洛，咱们以后还回来吗？你想回来吗？不想，
这里除了埋着你爸，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你爸的照片咱们带走了，他也肯定希望咱们娘俩过得好好的，不想咱们再回这个伤心地。那就再也不回来了。你爸要是知道咱们现在过得这么好，肯定为我们感到高兴。他在那边也放心了。